valor and royalty in a dead body.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利奥蒙德。首先被动，敌方血量少于一半必定暴击，并且爆率会转换成攻击力。再来一技能，指定方向造成范围伤害，在蓄力范围内的敌人会被缓速一点点，不过没什么感觉。技能戳到敌人会再多缓速一些，蓄力时间越长，伤害越高，也可以再按一下一技能提前释放，或是按其他技能自行打断蓄力也会放出来，被敌人控制打断也会立刻打出来。二技能就是个有伤害的位移技能，打到目标还可以给上缓速。大招叫马出来，马会往自身方向冲过来，期间撞到敌人会有击退效果。然后我们要去接马，骑上去的当下会明显加速一下子，但马上就会再慢下来，不过也比没骑马的时候快很多。然后普攻跟技能也会在接到马之后升级，虽然普攻看起来好像比没骑马的时候来得远非常多，但是其实只有比较远一滴滴而已，不过可以打到自身一圈范围内的所有敌人，所以可以理解为是范围广，而不是攻击距离变长，这样会比较好上手。大招时的一技能更有震撼力的范围伤害和缓速 ，CD 比没骑马的时候再更短一点点。大招时的二技能 CD 也比较短，然后会把位移路径上的敌方单位带到位移结束的位置，甚至是过墙，不过很少会用到，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可以怎么用。再来连技，可以先大招把人给击退，二技能距离够的话，直接上给缓速，距离不够也一样。接到马之后换形态，一二技能 CD 重置，然后马没了的时候也会再重置一二技能。再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连技不重要，不像上一期赛琳娜那么麻烦，懂按懂推人比较重要。再来选角跟出装，我们利奥蒙德是属于发育型英雄，所以建议把前期太强的会入侵的角色给 ban 了就好，也没有太害怕的天敌，可能就是怕控制多吧，但谁不怕控制多呢？对吧？再来出装，现在我推荐第一把武器出龙神枪，我们需要它的减 CD 和大招后的移动速度，刚好搭配上被砍的大招持续时间差不多，并且爆率还可以转换成攻击力，简直天作之合。无尽对决再加移速和吸血，女王之翼增加吸血续战力和坦度，赤金魔陨再加防御力，重点是可以先在前期出一把小攻速，打野的速度会提升非常多，虽然我自己也常常忘记就是了。最后一件看情况，就不废话了。灰烬带刺客有跑速好用，第一个带灵巧跑更快。那有些人会出百战神斧的，第一个也可以带冲击加攻击力，效果会更好。但我个人更喜欢跑快一点，所以我带灵巧，然后就不出百战神斧了。最后一个杀戮盛宴，因为我们是战神，容易脑冲追人狂杀的角色，我都推荐带杀戮盛宴。再来就来看实战了。那今天带来的是这场我战队朋友双排的排位赛，然后这场我是走打野的，因为我们以前其实已经出过了，那当时是叫莱茵洛克，他旧的名字是出经验路的，所以我们这次就换打野。那这场队友是看我选了骑马哥才选了安卓拉的，那绝对不能辜负他的期待了。当然缺点就是没有前排，如果对面太多控制会非常难受。这场是还好大型长时间的控制只有金刚一个而已，所以这场我就是前排兼刺客。不过我们的安卓拉怎么在挂机呀？那这边开场我原本是选择开经验路不抢河道花的，所以一开始就把猎杀给交掉了。那我本来是决定直接往蓝走，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半个敌人，我就认为敌人是开红，应该是来不及过来抢河道花，也很有可能是去抢我的蓝。那么我就只能来试试看能不能不用猎杀就抢到河道花。只可惜塞西一技能并没有打到河道花，要是安卓拉没挂机的话，我的判断和杀掉河道花的速度就会来得及，然后猎杀回好，我就能继续抢对面的蓝。不过事与愿违，变成对面拿到河道花等级比我高了，也没看到格兰杰用掉猎杀。重点安卓拉一个假动作之后跑去跟射手了，还有就是刚才格兰杰身上没有蓝，当然就代表我们家蓝还在。然后补充一个刚才打蓝的重点，第一目标要打在半血以下的目标上，扩散才会是暴击，所以打蓝的时候可以指定小只的蓝，
哦，对了，开场买了打野鞋之后，应该先点这个攻速刀优先购买才对，我总是忘记。回到刚才打蓝的话题，我们点攻击键拉一下可以指定目标，或是点补刀键也行，这样会比直接按大颗的攻击键没有指定目标打快，因为按大颗的攻击键会自动打大只的蓝，就没有办法触发被动必定暴击的效果了。那这边注意，一技能属于范围伤害，身后的一点点也在范围之内。然后我现在看到格兰杰脑冲杀安卓拉，我直接放弃塔杀维尔这危险性这么高的想法，马上回头追格兰杰。也因为格兰杰是打野，所以我们杀完直接过来拿乌龟。这边看到我大招结束的时候，1、2技能就重置了，可以利用来赶路或逃跑。而且现在利奥蒙的大招 CD 比以前短很多，尤其是等级上去之后10几秒就可以开大，所以只有前期8级之前需要稍微省一下，8级之后通常也会出了一些减 CD 的装备，就不需要省大招了。那现在因为我大招快回好了，所以我选择先吃这只小野怪，然后看看能不能抓一下经验路。尤其是刚才队友状态不好，敌人又是很难抓的猴子，我躲在草里面用一技能，他也看不到，直接把他给反蹲收掉，然后再趁我没大招的时候，一路刷野刷到上路去，完全照着我心里的剧本走，实在是太舒服了。还有我们骑着马刷野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用2技能把野怪推出范围，才不会让野怪往回走，那就浪费到时间了。然后这边中路小兵要进塔了，我们要看自家中路是不是会回来，吸不吸得到经验跟钱，再决定要不要把小兵清掉。那我刚才是判断剩下的他都吸得到，所以我吸了一只他吸不到的小兵就离开继续刷野了。打野位在前5分钟吃线上的小兵只能拿到大概1/3的经验跟钱，这点还是很多人不知道，玩个打野位还拼命在队友不在的时候吃线上的兵，那么做的话会害死整个团队的经济发展。但在队友在的时候可以帮忙清线上的兵，因为打野和线上是不会互相抢到经验跟钱的。好，先看这边直接大招起手，2技能接马，1技能缓速给伤害，但我按太慢把大招时的1技能给用掉了。但是金刚很肉，安卓拉还在身上，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杀他，但他开反击了，先撤一下再大招的1技能下马后再接1，可是我不自觉的怂了，没收掉金刚。格兰杰杀出来，我没1了，用2缓他，让他射不准再追着砍，1技能再缓，离开范围之前要记得再次点击释放才打得到人。那这边会战打完了，我的大招也快回好了，就趁敌方打野还在泡温泉的时候收一收他家野怪。那一般来讲会直接打红，但我猎杀也快回好了，我选择先打小野怪，1、2技能直接半血触发被动暴击清超快，再大招直接过墙抢红，而且乌龟要生了，很有可能格兰杰会直接去乌龟那，所以我没有把我的猎杀用掉，而且我在草里面，格兰杰没有办法用猎杀跟我抢。在2技能离开再踩箭头风位移，然后下马后2技能再离开，敌人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边中路小兵是对面会打赢往自家方向走，我们不要去破坏，先来打乌龟会战，打完的时候对面会再少一波中路的小兵经验，但很可惜我们没前排，塞西想说只好充当一下就送了。安卓拉上我身想让我脑冲，可是我也得等有大招才跟脑冲，这安卓拉太着急了，玩安卓拉的都应该在会战开打之后才上升的才对啊，真是不合格啊。不过虽然是这样说，我也是很配合的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可惜找不到半点机会，可是这样我却把金刚大招给换掉了，是非常划算的。我们骑马哥的大招现在可是很不值钱的，20秒左右就 CD 好了，金刚的可不一样，要快50秒啊。那我本来想刷完野大招 CD 好再上，但已经打起来了，我必须跟上。普罗迪跳我一下想逃，但他只能用走的，我骑马，就算他踩箭头风也没用的。大招时的1技能也是前方范围打非常远，不用安卓拉就是脑冲一个了。而且我们骑马的时候有加防御力，脑冲的时候很安心，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乌龟会战我很坚持等有大招的时候才开始脑冲的原因。不然对面阵容其实有很多控制跟爆发，没骑马是没办法当战神的。哦，对了，为什么我能追这么快，就是因为我第一把出的是龙神枪，现在大招只需要不到20秒就回好了，开始可以不用省了。不是，我还没发起进攻，安卓拉已经提前高潮了，2技能先缓下格兰杰，再接个马，猎杀掉红旁边有敌人，也能顺便给上缓速和帮自己加速，速度快到我走位和维尔龙卷风都歪了。有没有
有看到安卓拉高潮到在发笑脸呢。那我原本看小地图，敌方蓝还在，走过来看没了，没关系，这样下次他蓝要升的时候就会有倒数计时了。这边走过来，一般来说是可以抓一下经验路，但这边是悟空，他自己不脑冲是不太可能抓得到的。我们就收一下红，然后闪个灯，告诉子龙别脑冲，再试一下队友，该集合打乌龟会战了。我的队友们也非常听话，都已经在旁边待命好了。这边乌龟一出，我们就直接开，但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缺点就是没前排帮忙卡对面打野，所以我必须特别专心抢乌龟。幸好金刚并没有跳进来干扰我按猎杀，而且金刚似乎已经残血回城了，根本没有人在保护格兰杰，一技能缓到就追着打，他是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经过蓝还在，顺便也拿了，不过我伤害没有算好，没拿到，塞西也没拿到，我以为是金刚抢去了，结果没想到原来是安卓拉吃我的懒觉，我们放心吧，没有被抢走。好，然后这边要受到伤害之前，可以先一技能有护盾，悟空没招了，二技能缓他，一技能再缓，直接带走。我又看到普罗迪一脸欠杀样，我忍不住了，直接大招脑冲。不过这边是我忽略了，没注意到安卓拉没有大招是我的不对。不过刚才那波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利奥蒙德范围伤害在打半血以下的目标，扩散出去的伤害也是会暴击伤害。但我现在想想，应该要脑冲到底，继续追残血的普罗迪才对，而不是逃跑，因为我们有杀戮盛宴，打死一个敌人就刷新被动可以回血，说不定还有几率可以活下来呢。可是这场我们没有前排坦克，我死掉了，我的队友们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我呢，虽然也是有在死掉的时间检讨了自己为什么要脑冲，但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尤其是我们选了这种容易一不小心就脑冲的英雄，很容易情不自禁的。那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大招 CD 只需要10几秒而已，已经进入中后期，我已经12级了，大招不用省，出门直接用掉加速跟上队友。刚才我们的子龙也脑冲了，他也是属于一个不脑冲就很难受的英雄，但是他杀了2个，然后脑冲是会有传染力的，我们的花火就这样跟着脑冲送掉了。这时候我也是觉得该冷静下来了，而且游戏时间才不到10分而已，这场是个大顺风，不能着急，对面会比我们还要急，我们要的就是把野怪收一收，然后等一下领主跟脑冲或被抓死的队友复活，然后后期就是让兵线会自动往敌方家前进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在小地图上面有看到普罗迪，所以我们不能立刻去打领主，我们要把普罗迪推过来的兵线把它推回去，然后我们再前进去领主那边抢领主，不然是很有可能我们在打领主打一半的时候，然后对面的猴子直接把我们家一路给推进去了。所以大家看到我放个一技能把小兵的血量消一下，让他们确定会往前走，然后马上往领主的方向来赶路。后期千万不要贪兵，我们要做的是控制兵线，而不是吃兵，否则把小兵都砍完再过来的话，是很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变成队友4打5，然后掉领主。哎呀尼玛，我这个猎杀实在按的有够不准的，幸好花火有抢到。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战神吧。那刚才我是直接吃了金刚大招、嘲讽、维尔全技能、普罗迪大招加猴子和格兰杰的持续输出的，这就是等级差距的压制力。不过其实利奥蒙德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那这场是有带安卓拉的，那如果说要看没有带安卓拉的，我之前有上了一部废片，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还有就是之后的废片都会上一点背景音乐，其实刚才那一段音乐是利奥蒙德的主题曲之一。那我现在这边脑冲了，不过脑冲也是要看情况的。我刚才脑冲是因为对面是普罗迪，那我把他脑冲追死的话，其实也是有利于推主保的，因为我们的领主已经过来了，他是他们团队中清兵能力算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不是说了吗？脑冲气氛是会感染的，子龙就马上脑冲把格兰杰给杀了。这样的话，我们只要花火套个安卓拉，然后按个一技能护盾，一直打主保。
宝就直接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花火其实没什么敢去按主宝的，不过也没什么大碍，光是领主就足够把主宝给干爆了，拿下这场排位赛。最后总结一下，利奥蒙德技巧不多，讨安卓拉容易当战神，但经验路最好是选坦克会更好。还有就是脑冲不要怂，真的送了就算了，不然也不可能打出我刚才3杀差点就4杀的操作。好了，那今天的影片示范就到这边了，希望这期对大家玩利奥蒙德上会有点帮助。那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喽。